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中慈济医院位于台中市南区，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，常年忙碌于繁重的医疗任务。每天白天的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洒进来，忙碌的医护人员在走廊上来回穿梭，病人们在接受治疗。然而每到夜晚，医院似乎就变得寂静而神秘，走廊的灯光在昏暗的夜色中投下细长的影子，空旷的病房像是沉默的见证者，静静地讲述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阿平是台中慈济医院的一名资深护士，她总是负责夜班。在深夜时分，医院的走廊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一两声病人的呻吟和机器的滴滴声。阿平已经习惯了这个沉默的环境，但今天的夜晚却让他有些不安。阿平，今晚小心点，最近医院里好像有些怪事。同事小林在交班时提醒他，语气有些低沉。阿平笑了笑，别胡说，什么怪事？医院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出事？但他并没有忽视小林的话，心底似乎也涌起了一丝莫名的不安。他拿着护理记录本走进了第一个病房，开始了一夜的巡视。随着时针一点一点地指向午夜，阿平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响亮。他走过一间又一间病房，巡视完每一层。突然他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病房尽头传来。阿平停住脚步，抬头望去，走廊的尽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隐隐绰绰的黑暗。是风吗？他自言自语，心里觉得有些不安，转身继续往前走。走廊的尽头有一间病房的门微微开着，病房里的灯光昏黄，透过门缝露出微弱的光芒。阿平停下了脚步，望向那扇门。突然他看到病房窗边站着一个身影，那是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女子，站在那里背对着窗外，她的头发垂下来，面容被昏暗的光线遮掩，显得模糊不清。女子静静地站着，没有任何动作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阿平的心跳加速，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压力压在他的胸口。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护理记录本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走近了些，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没事，可能是一个病人，或者是病房里的探访者。但随着他靠近，女子突然转过身来。阿平的心脏猛地一跳，那女子的眼神空洞，像是透过他看到了别的东西。她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睛空洞的令人心悸，那双眼睛仿佛没有生气，犹如一潭死水。阿平的双腿微微发软，他试图开口，却发现声音卡在喉咙里，无法发出。就在他准备后退时，那女子的身影突然消失了。阿平定定站在原地，双眼瞪大，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。病房的窗户是关闭的，走廊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人的踪影。他的手不自觉地摸向脖子，感到一阵寒气袭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心跳逐渐平稳下来，试图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错觉，只是那一瞬间的幻觉罢了。但是那个女子的眼神却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那晚阿平一直无法入睡，他躺在值班室的床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心里不断回想着刚才的情景。他知道自己不该这么轻易相信所谓的鬼故事，可那双空洞的眼睛实在让他感到无法释怀。他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，医院，特别是老旧的医院，总是容易成为灵异事件的发生地。病人在死前未能得到安慰，未曾完成心愿，灵魂便会留在人间游荡不去。而他刚才见到的那个女子，或许就是其中之一。阿平闭上眼睛，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位白衣女子的身影。她的脸不清晰，但那眼神却深入骨髓，仿佛能看穿她的灵魂。那种深深的哀怨，那种无法言喻的痛苦，是他从未经历过的。他是不是死了？阿平突然想到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见了一个鬼魂，而不仅仅是由于疲劳和压力导致的幻觉。他忽然觉得医院里的空气也变得不那么清新，病房里的温度似乎有些低得不自然。也许我应该调查一下这个病房的历史，阿平自言自语地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台中慈济医院的夜晚依然保持着那份令人不安的寂静。
虽然阿平尽量将自己从昨晚的恐惧中抽离出来，但每当夜幕降临，他总会不自觉地回想起那个白衣女子的身影，那种眼神就像深深的黑洞，吸走了他所有的理智与勇气。1周后的一个夜班，阿平再次独自走进了医院的走廊。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，阴云密布，医院外的景象显得更加灰暗。尽管医院的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，但阿平的心里始终充满了不安，仿佛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正在盯着他。今晚又是个漫长的夜晚，阿平心里想着，踏上了巡房的第一步。然而，正当他走过急诊科时，一位年轻的男护士小李迎面走来。小李看上去有些疲惫，眼袋明显，似乎整个人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。他见到阿平，勉强露出一个笑容。阿平姐，今晚有点怪事，医院好像不太对劲。阿平微微皱眉，什么怪事？小李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似乎不敢大声说。你知道吧，最近病人反映有些地方气氛很怪，走廊有时会响起脚步声，但看过去又什么都没有。他顿了顿，似乎有些犹豫。我听说急诊科的那个病房，最近晚上经常有个穿白衣的女人出现在病房门口，站在那里看着走廊，连病人都看到过。阿平心头一震，忍不住回想起之前见到的白衣女子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试图安慰小李，你别想太多，医院有时候确实会有些声音，都是风吹的。可我听说那个病房曾经死过一个年轻女性，她生前很温柔，是个母亲。她死于急性白血病，病情恶化时，家属并未及时到场。那时候医生都说她没救了，可她坚持不肯放弃。后来她真的死了。小李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阿平一时语塞，他没想到会有人提到那个病房。那个病房，他记得曾经有过一些病人提到过奇怪的事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常常能听到低沉的咳嗽声和细微的呼吸声。他决定不再多说，继续巡查病房。夜班的巡视并没有让阿平感觉轻松，反而让他更加困惑和不安。他来到急诊科那间常常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病房。这个病房常年空置，因其历史悠久，常有病人在此死亡，但却没有正式被淘汰掉。走进病房时，一阵冷风突然袭来，像是从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吹出。病房里的灯光闪烁了一下，阿平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几秒钟，他推开了病房门，目光扫过那一张张空荡荡的病床。病房异常安静，除了病床上挂着的输液管外，似乎什么都没有。他走到窗边，准备拉开窗帘透透气，突然一阵低语声在耳边响起，你找到了吗？阿平猛然转过身，空荡的病房依旧没有任何人影，他的心跳顿时加速，仿佛被一股无法言喻的力量压住。他赶紧离开了病房，站在走廊上，双手紧握着护理记录本，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就在他走回值班室的路上，突然间他又看见了那道熟悉的身影，白衣女子。她站在走廊的另一头，面朝着他，眼神依旧空洞无神，仿佛注视着他的灵魂。阿平的脚步顿时停住了，心脏剧烈跳动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他想跑，却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住。白衣女子微微低下头，慢慢地向他走来。不要！阿平低声喃喃，嘴唇颤抖。然而女子没有动，依然站在那里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。阿平的眼中开始模糊，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息侵入体内，他的双脚逐渐失去力量，仿佛自己正慢慢变得无法动弹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打破了这诡异的氛围。阿平猛地回过神，回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位急救人员匆匆走来。阿平姐，怎么了？急救人员关切地问。阿平的视线再次转向走廊尽头，但白衣女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他用力眨了眨眼，试图清晰地看一下眼前的世界。他的心脏依然狂跳不已，冷汗顺着额头滑落。我没事。阿平强忍住恐惧，低声说道，随后快步走离走廊，走进了自己的值班室。尽管阿平回到值班室，但他的心情依旧无法平复。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
靠在椅背上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他的脑海中依然充满了那个白衣女子的影像，尤其是那双空洞的眼睛，仿佛看穿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他试图告诉自己，那不过是他的幻觉，可能是长期工作压力的结果。可是那个女人的眼神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牢牢抓住了他的心。他开始思考，那个女子究竟是谁？她为什么会一直出现在这个医院？特别是在夜晚。阿平的内心渐渐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侵占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迷局。那个白衣女子究竟是活人，还是已经死去的灵魂？她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阿平的内心越来越无法平静。尽管他尽力将恐惧压在心底，但那个白衣女子的身影却始终挥之不去。他决定不能再继续回避，既然自己已经目睹了如此诡异的现象，他必须找到一个答案。阿平的好奇心与恐惧交织在一起，像是双刃剑，既是推动他前进的动力，也是在无形中逼迫他走向深渊。那晚，阿平结束了值班后，立刻去找了医院的档案室。他打开那扇厚重的木门，走进了充满尘土和陈旧气息的空间。档案堆积如山，纸张泛黄，上面沾着些许岁月的痕迹。他开始翻阅医院历史上的一些旧记录，试图找到一些关于那个白衣女子的线索。翻看着一份份旧资料，阿平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，林婷。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一些病历记录上，而且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阿平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继续翻阅着档案，终于在一份过时的住院记录中找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。林婷是一位年轻的女性，患有急性白血病，年龄大约在20多岁。她在住院期间病情逐渐恶化，然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，她的住院时间恰好与某一场医院的大火重叠。那场火灾发生在医院的1翼，当时有不少病人在火灾中遇难，但林婷却依然倔强地挣扎着求生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林婷在火灾发生的前几天曾经与医院的管理层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据说她曾因未能及时见到丈夫而愤怒不已，甚至泪流满面，要求医院帮助联系丈夫。然而医院的处理却极其冷漠，甚至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帮助她联系家属。阿平在翻阅这些档案时，心中越来越沉重。他逐渐意识到，林婷的死或许并非简单的疾病和事故，而是由于某种无情的命运和人性的冷漠所导致。他开始怀疑，这是否正是白衣女子出现在医院的真正原因？未了的怨恨，未完成的情感和未得到的安慰。第二天，阿平决定亲自去寻找林婷的家属，看看是否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。他拨通了林婷丈夫的电话，心中充满了忐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略显疲惫的声音：“你好，我是林婷的丈夫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阿平小心翼翼地询问了林婷的死因，并告诉她他所发现的档案内容。然而电话那头的男人沉默了几秒钟，语气冷淡地说道：“我知道她的死因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及时来看她，但那是因为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因为我怕她死了，我心里有愧。阿平的心猛然一沉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。那个男人的话让他的心中泛起一阵不祥的预感。他继续追问：“那么你有没有什么遗憾，或者林婷临终时有什么未完成的愿望吗？”电话那头的男人突然低声说道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阿平听得出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懊悔与自责。他没有再问下去，挂掉了电话，心中却久久无法平静。林婷的丈夫竟然连最基本的陪伴都未曾给予她，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抛下了她，直到她死去。这段痛苦的回忆成了她怨恨的根源，而她的灵魂似乎永远无法得到安息。那天晚上，阿平再次值夜班，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发现的真相，而是独自一人悄悄地前往林婷曾经住过的病房。他站在那扇熟悉的病房门前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他推开门，病房依然空荡荡的，布置简单，桌上散落着一些未清理的文件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药水味。他走到窗前，突然间，他
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沉的咳嗽，阿平的心猛然一紧，他回头望去，却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是风吧？他低声自语，勉强让自己镇静下来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越来越冷，冷到让他打了个寒战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声，那声音清晰的像是在耳边低语。阿平不敢再回头，他的脚步急促地迈向门口。可是，当他推开病房门的那一瞬间，他看到白衣女子又出现在了走廊尽头。这一次，女子站在那里，没有任何表情，目光空洞，像是穿越了时空的迷雾，凝视着他。阿平的眼神与他的目光相遇，仿佛这一刻，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都凝固了。白衣女子缓缓地开口：“你为什么来找我？”阿平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他想要开口，却发现自己无法说出一句话。他的身体变得冰冷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牢牢束缚住。我只是想帮助你。阿平终于艰难地挤出几个字。白衣女子的眼中闪过一丝哀伤，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最后只剩下一句低沉的声音：“你能做的远远不够。”阿平颤抖着站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回过神来。他明白，自己不仅仅是见到了一个冤魂，还是一个深埋在历史中的痛苦记忆。他突然明白，林婷的怨恨并不是单纯的死后悔恼，而是对未完成的情感和遗憾的渴望。阿平无法再继续忍受这份恐惧和无法解开的谜团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他决定找医院的心理医生寻求帮助。然而，当他推开心理医生办公室的门时，他看到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，桌子上依然摆着厚厚的病历本和电脑，但心理医生却不见了踪影。阿平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他的眼神扫过桌面，突然看到一封未拆封的信，信封上写着：“给阿平。”阿平颤抖着打开信封，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几行字：“你看到了他，他的确存在，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幽灵，他是医院的历史，一段未解的怨恨。你无法逃避，永远无法逃避。你也许能找到他，但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的命运。”阿平的手微微颤抖，他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他转过身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沉的哭声，仿佛是林婷的幽灵，仍旧在等待着什么。阿平的内心几乎已经崩溃，无法再继续置身事外。他深知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。那个白衣女子林婷似乎并非单纯的幽灵，而是某种无形的力量，牵引着他一步步走向恐惧的核心。阿平的每一步似乎都在踏入一条无法回头的迷宫。那天晚上，阿平再一次值班，他的眼圈因为几夜未眠而变得深邃，整个人显得异常疲惫。但他知道，今晚必须做个了断。他无法再忍受那些不断骚扰他的幻觉，也无法再放任自己的思绪在恐惧中迷失。值班室里的钟声一声一声的敲响，时间仿佛变得格外沉重。阿平走进病房，心里充满了忐忑与决绝。每一步走下去，他都觉得自己越来越靠近那个永远无法逃脱的幽灵，那个始终纠缠不去的怨魂。走廊依旧是那样安静，空旷的环境使得每一个脚步声都显得格外刺耳。阿平走到了林婷曾经住过的病房门前，心跳愈发加速。他推开门，房间内的气氛却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。此时，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异样的阴冷气息，空气仿佛被厚重的雾霾压得无法流动。突然，门咯吱一声关上了。阿平愣住了，背后一阵冷汗涌了上来。他猛地回头，门后站着的是林婷，白衣女子静静地站在门口，头发散乱，面容模糊，看不清楚她的表情，只有那双空洞的眼睛依然如影随形，盯着阿平。你不是鬼，为什么要纠缠我？阿平几乎是带着哭腔问道，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白衣女子没有回答，只有轻轻的叹息声，那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与遗憾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阿平几乎是抱着一种求解的心态再次开口。林婷的眼睛微微闪动，仿佛在深思，然后她缓缓开口：你可以帮我，只有你能帮我。阿平愣住了，眼前的女子到底要他如何去帮？他从未想到
自己与这个冤魂之间会有如此深的联系。就在阿平感到无法承受的沉默笼罩时，白衣女子突然开始缓缓地走近他，每一步都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，阿平感到自己的呼吸变得异常困难，仿佛整个病房的空间都被白衣女子的存在填满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逃避了，他必须找到林婷的愿望，才能让她得以安息，否则这场梦魇将永远没有终结。你想要什么？阿平的声音低沉，带着颤抖。林婷停下了脚步，眼神深邃，仿佛穿透了阿平的灵魂，凝视着他的内心。我要你找到我死去的那一刻，找到我心中的那一丝未解的遗憾，那时我才会安息。林婷的声音依然低沉，仿佛来自远古的深渊，飘渺且无力。阿平的眼睛瞪大了，突然间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他知道林婷所说的未解的遗憾，并不是指简单的未完成的心愿，而是隐藏在他死去时的那个瞬间那一刻。林婷的心灵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愤怒与怨恨所撕裂，那种情绪甚至在他死后依旧未曾平息。阿平开始明白，林婷并非只因为见到丈夫而感到遗憾，她的怨恨来自于她对医院冷漠的管理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力感。她的死并非因为病魔，而是医院的无情和家人的缺席才真正导致了她的绝望。林婷并非单纯的灵魂，她的怨气已然成为一种恶灵，在医院中游荡，等待着某个人来解开她的心结。然而解开这个心结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冤魂的复仇，而是整个医院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一根扭曲的神经。就在阿平准备继续追问时，房间的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，接着整个房间变得一片漆黑。他感到一股寒气从背后袭来，顿时全身的血液似乎被冻结。他猛地回头，却发现白衣女子消失不见，只剩下无尽的黑暗。阿平的心跳急剧加速，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。他试图逃离，但双脚却像是陷入了泥沼，根本无法动弹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沉的笑声，那笑声充满了无尽的嘲弄和痛苦，仿佛整个病房都在讥笑他的无力。你永远无法解开我的心结。那声音如同从地狱深处传来，回荡在整个病房中。阿平浑身剧烈的颤抖，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，他并非被一位简单的冤魂所纠缠，而是被整个医院深藏的秘密所笼罩。林婷的怨气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畴，它已经成为一种诅咒，无法解开。突然，阿平感到一只冰冷的手伸向了他的脖颈，紧紧地抓住了他。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那诡异的笑声。他试图挣扎，试图呼喊，但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吞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不能逃，永远都不能。这句话仿佛在他的耳边永远回响。当阿平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床上，头痛欲裂，身体如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四周看了看，依然是医院的环境，白色的墙壁，冰冷的设备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但他心底清楚，那一晚他所经历的一切绝非梦境。他的眼神渐渐变得空洞，脸上也浮现出一丝无奈的笑容。他知道林婷的怨气依然在这座医院中盘旋，而他永远无法逃脱。他成了林婷痛苦循环中的一部分，那个无法破除的轮回。阿平低下头，轻声道：我知道了，你没有错，一切都是命运。他闭上了眼睛，而他知道下一次白衣女子还会再来，永远不曾离去。阿平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法逃脱的恐怖漩涡。每个夜晚，那个白衣女子的身影都会出现在他的梦中，带着无法言喻的怨恨与痛苦。他的内心如同被重重锁链束缚，无法自拔。每一次清醒，他都仿佛在经历一场漫长的噩梦。白衣女子的目光如影随形，牢牢牵制着他的神经。几个月过去了，阿平的精神状态愈加糟糕，他不再敢独自待在医院，甚至在白天，他也常常会感到某种无形的压迫感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的身边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注意到他的异样，
尤其是他那种阴郁的神情和疲惫不堪的眼神。终于，阿平决定去找一位老中医，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寻求解脱。他听说这个老中医曾经帮助过几位遇到过灵异现象的患者，许多人说他有特殊的能力，能够驱散邪灵。那天，阿平来到老中医的诊所，门口挂着一串古老的风铃，风吹过时发出轻微的铃声，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气息。诊所里弥漫着浓烈的中药香气，空气中充满了古老而安静的氛围。老中医坐在木桌后，面容慈祥，神情沉稳。阿平坐下后，低声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。他描述了白衣女子的出现，讲述了那段令人窒息的恐惧，以及他内心深处日益沉重的负担。老中医静静地听完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深沉的洞察力。这不是普通的鬼魂，而是被冤屈压迫的魂灵，已经有了不属于人类的力量。如果你想解脱，必须面对他的痛苦，解开他的心结。阿平感到一阵冷意，老中医的话让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仿佛触碰到了某种不可见的力量。他低声问道：那我该怎么办？老中医沉思片刻，答道：你必须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，医院的火灾现场，只有在那里，你才能揭开林婷的最终秘密。阿平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，他回到医院后，决定前往火灾发生的地点。那是医院的一座老楼，虽然经过翻新，但依旧保留着一些当年火灾的痕迹。他记得那时火灾过后的残垣断壁，曾让整个医院弥漫着一股无法磨灭的悲伤气息。那天夜晚，阿平独自一人走进那座废弃的楼房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加重。四周一片寂静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。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恐惧。走廊的灯光昏暗，地板上满是被水浸泡过的痕迹，墙壁上的裂缝仿佛在诉说着那场灾难的痛苦。阿平一路走到最深处，那里有一间已经废弃的病房，门被铁链紧紧锁住。他曾听说这个病房是火灾发生时林婷所在的地方。阿平站在门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突然之间，他听到耳边传来一阵低语，那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又像是从他的心底涌出。你终于来了。低语声中带着一丝微弱的期待和痛苦。阿平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，他知道林婷的冤魂终于找到了他，来索取最后的答案。他用力推开了病房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冷气。病房里依旧有一些老旧的设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药水的气息。但最令人惊悚的是，地上竟然堆满了无数张破碎的病历文件，仿佛某种恶意的证据，见证着一段被遗弃的历史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病房的角落。白衣女子林婷缓缓走向阿平，她的眼神空洞，面容苍白，仿佛被岁月和痛苦撕裂的幽灵。她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。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？林婷的声音依然低沉，却带着一丝绝望和愤怒。你没有听见我的呼喊吗？你没有看到我曾经的痛苦吗？阿平的心猛地一震，他感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低头看着那些散落的病历文件，突然他的视线停留在了一份特别的记录上。那是林婷生前的病历，上面记录着她的一切治疗过程，以及她与医院管理层的每一次交涉。阿平翻开那份病历，心中升起一股深深的疑惑。他发现在林婷死亡前几天，曾多次请求换房或者换一个专门的治疗方案，但医院的态度始终冷漠，甚至有几次完全无视她的需求。林婷的死不仅仅是因为白血病，而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，医院的漠视与忽视彻底摧毁了她的生存意志。她的怨恨源自于对不公和冷漠的愤怒。我死了，但我的心愿依然未曾实现。林婷的声音如同寒风刮过，带着一丝凄凉。你能看到这些，意味着你知道我曾经所经历的一切。我从未得到真正的帮助，而这座医院，这些人，注定无法给我答案。阿平的眼泪无声地滑落，他终于明白，林婷的怨恨并非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社会的冷漠与不公，和所有那些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没有伸出援手的人。
你终于明白了。林婷低声说道，眼中的空洞仿佛闪烁着一丝宁静。你能看到我，说明我可以安息了。突然，林婷的身影逐渐变得透明，消失在空气中。病房的空气开始变得清新，曾经沉重的氛围瞬间消散。阿平跪倒在地，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解脱和痛苦。他知道，自己虽然解开了林婷的心结，但自己心中的那道伤痕也永远无法愈合。阿平从废弃的病房中走出，空气变得异常清新，他的眼前一片空旷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但他知道，林婷的故事将永远印在他的心中，无法磨灭。每当他回想起那段经历，都会觉得心头一阵沉痛。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伤痛远远超过了生死，它们深深刻入灵魂，永远无法抹去。他缓缓转身，看着医院的建筑，仿佛能听到那个冤魂轻轻的叹息。然而阿平知道，林婷已经不再游荡，他的冤屈终于得到了一个微弱的答案。然而阿平也明白，这个答案并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他将继续生活，但他的心灵永远与那个白衣女子纠缠在一起，不可割舍，无法逃避。